怕把自己交给我。李爷爷，我这几日下地干活，腹痛频繁，肚子一夜之间也像吹了气一样大了起来。我这是得了什么？作孽呀！婉和丫头，你哪是得病啊？你这脉象如走猪急奔，分明是足月将产的滑脉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只有3个月前那一次，而且怎么会怀胎3月就足月将产？李爷爷，您是不是诊错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老头子，我在清溪村看了一辈子病，牛马接生都干过，绝不会诊错这滑脉。你这胎气走得极诡异，太急太凶，你得赶紧找村西头的王稳婆，再拖下去绝对是一尸2命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的孩子也不能死，我马上回家拿钱。你在干什么？还给我！这是我仅剩的钱了。呸！没规矩的小骚蹄子，沈家养你这么大，如今你堂妹马上要过门给隔壁村的陆秀才当秀才娘子了，拿你这点破铜板给她打副红妆，那是抬举你。沈玉莲的婚事是怎么来的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陆承安本是我的娃娃妻，是你们使手段抢走的。我爹娘留下的那3亩水田和屋子全被你们霸占，现在还抢到这里来。你一个克死爹娘的丧门星，天天在地里刨食，一身泥骚味，哪点配得上秀才郎？少废话，把钱给我拿来！滚开！别碰我！老天爷呀！你个不要脸的烂货！你连婆家都没定就有了，别的野汉子的孽种，我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不知廉耻的畜生！说，那个搞破鞋的奸夫到底是谁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是他。姐姐，干完农活啦？村里几位拄拐棍的族老发话了，说今年大旱要重开蛇神祭，每家都得抽个未出宅的干净姑娘去祈福。大家伙儿都已经往后山去了，你也赶紧换上吧。后山那蛇神庙荒了10几年了，里面全是野毛耗子，去那里祈什么福？族老定的规矩，哪轮得到你个吃白饭的丫头多嘴？赶紧穿上，别误了村里的吉时，连累全家挨骂！你个死丫头还敢躲！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滋味。姑妈，玉莲，不是说全村人都来祈福吗？怎么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？开门！玉莲，姑妈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姐姐，承安哥哥马上就要去县里考秀才了，你活着只会占着我秀才娘子的好位置，只有你死在这儿，我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陆家媳妇。不对，这味道是……谁在那里？记忆，蛇神香。别怕，放心把自己交给我，日后本尊定护你周全。我周全，全都是骗人的鬼话。虽然不知道昨日的男子是谁，但这事儿是因沈玉莲一家而起，我怎么也得去找他们讨个说法。尊上，您的修为竟然连破瓶颈，连升了2级。昨夜定是哪位有大造化的女子助了尊上一臂之力。尊上，属下这就去将那女子寻回来。找她，不必了。尊上，穿着祭衣，点着前朝的蛇神香，算准了本尊近回虚弱之时，清溪村的人一如既往的狡诈贪婪。那女子的居心竟如此险恶。那枚逆鳞上附有本尊的法术，
若他有生死之危，逆鳞自会护他周全，全当是还了他昨夜助我突破之恩。从此，本尊与他两不相欠。恭喜沈家老哥田嫂子，玉莲丫头这下可成了秀才娘子了，以后就是去镇上享福的命。同喜同喜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陆家是我的娃娃亲，你们现在是在给谁定亲？姐姐，你这一夜未归，去哪里疯了？这陆家的婚事本来就是我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你不知道？那我的订婚信物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那是你偷走的！嘿，你个不要脸的小娼妇，昨夜夜不归宿，指不定在哪儿鬼混，不知检点，竟然还有脸回来肖想陆家的婚事！我夜不归宿，是你们假借祈福之名把我骗去废蛇神庙，然后锁上门放火，你们是想活活烧死我！哎呦，老天爷呀！大家伙儿听听，这小贱人自己不甘心堂妹定亲，就编出这种瞎话来故意闹事儿。谁不知道那破庙荒了10几年了，谁会去放火啊？就是万和丫头，你就算嫉妒玉莲，也不能这么编排自家亲姑妈呀！我懂了，原来昨晚那场火，根本就是他们为了今天能抢走我最后一点东西所做的局。婉和啊，你也别闹了。虽然陆家的婚事没了，但家里也没亏待你，给你找了一门好婚事。村西头的老头赵屠户愿意出2两银子娶你，你刚好可以和玉莲同一天出嫁，这也是你的福分。好婚事，想拿我换钱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沈婉和就是死，也不会再任由你们卖来卖去。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沈家断绝往来，再无瓜葛。赵大哥，只要你今天把人带走，价钱好商量。彩礼我今天就能给，但他这大肚子太碍眼了。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孩子必须处理掉，干干净净的进我赵家的门，那是自然。赵老弟，你放心，就算你想留，我沈家的族规也容不下。对，绝不带过去恶心你。你们无耻！3个月前我已经说过跟你们沈家恩断义绝，我不是你们的货物。嘿，你吃我的喝我的长这么大，就算断绝关系，你的命也是我沈家的，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。姐姐，你也别怪妹妹心狠，你喝了这碗药，干干净净的嫁给赵屠户，总比带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进猪笼强啊。婉和，听话，只要喝了，你还能换2两银子。若是你不喝，我就只能请族老来按族规将你沉潭了。滚开！你们敢动我试试？我孩子的父亲是个极其强大的人物，要是让他知道你们敢伤我和孩子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哎呦，我的好姐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做梦呢？真有这么好的父亲，怎么这3个月都没见半个人影来救你啊？别跟他废话了，老子来摁住他，等他喝了这药，老子正好带个干净女人回家快活。给我喝下去！哦，小贱人敢咬我！老天爷呀！万和丫头这肚子，竟然是真的有了！作孽呀，连个婆家都没有，这是怀了哪家野汉子的种啊！娘，你还不快点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拉进去！你们还在这坏了我的名声！老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蛇，好多蛇！滚开，都滚开！哪来的畜生！你们看，这些蛇好像是在护着婉汉丫头。难道是婉汉丫头太可怜了？连山里的蛇都生了灵性，跑来护着她。老子花钱买的女人，还能让几条畜生给拦了？滚开！你那2两银子买的是他们沈家那黑透了的良心，买的不是我沈婉和的命。这沈家也太作孽了，婉和丫头都见红了，还逼着她跟屠夫走，这不就是要人命吗？大家别被他骗了吗？你们忘了3个月前他在后山废蛇神庙失踪了整整1夜，如今他未婚先孕，大着肚子要生，还引来这么多蛇，这正常吗？他肚子里的东西恐怕是个灾星。灾星会被蛇群护主。完了，难不成村里要降大灾了？造孽，简直是造孽呀！我清溪村100年清誉，怎能毁于这妖异之事？族长爷爷，我没有，我的孩子不是灾星。哼，是不是灾星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既然此事因废蛇神庙而起，那就把他押回神庙，在蛇神像前验明正身。
尊上，是您留在下界的那枚逆鳞，逆鳞与这件神器息息相连。逆鳞受损，说明那位凡人女子此刻必定遭遇了极大的生死危机。生死危机？不过是人类切除惯用的狡诈伎俩罢了。尊上的意思是，他故意摧毁逆鳞，无非是想用这种苦肉计逼本尊现身，好以此要挟索取更多的力量和好处。清溪村的人骨子里流的都是贪婪的心。那属下是否需要下界查看？去查清楚，但记住，不许贸然插手，更不许让他发现。本尊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演到什么地步。遵命。守住前后门，等时辰一到，若生下来的是个怪物，立刻点火。孩子，娘就算是死，也一定要把你生下来。乡亲们，3个月前蛇神庙走水，我姐姐独自一人在此夜不归宿。这破庙荒了10几年，她一个清白姑娘来这儿，肯定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就是，大着肚子还引来那么多蛇。她的肚子里肯定怀的是灾星。我的孩子不是灾星，他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等灾星落地，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。我求求你们，哪怕要我的命，也请你们饶过我的孩子。孩子是无辜的。族老，这事儿必须给个说法。若他真怀了灾星，这母子俩都留不得，必须得直接烧死，以绝后患。把前后门都看紧了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孩子，娘不会让他们害你的，哪怕是死，娘也一定护着你。那日你若说的是真的，求你来救救我和孩子吧。生了，估计是生了。族老，咱们快进去看看。这是谁敢碰他一下，我就跟谁拼命！妖怪还敢这么神气？今天老子就要把你这妖妇烧死，给咱们村驱除灾祸。至于这颗妖蛋，老子还要拿去镇上卖了换钱，抵你的彩礼。对，烧死他，烧死妖妇！你们一冲进来就喊打喊杀，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畜生，到底谁才像妖怪？等婉和明明做了错事，竟然还不知悔改，辱骂乡亲。今日废庙出现这么多异象，群蛇出动，若是不处置了他，咱们村子恐怕真的会被神明降下天罚。玉莲说的对，绝不能让这妖物连累全村。来人，去外面把火盆准备好，把这妖妇给我带出去，烧死请罪！蛇师大人，救救那个女人！她刚生下神嗣，他们要烧了她几天！尊上，出大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本尊不是让你去查那凡女吗？尊上，那凡女没有使诈，她怀了您的骨肉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吾蛇神一族因当年清溪村的背叛诅咒，绝死多年，怎么可能在区区一个凡女身上留下血脉？尊上明鉴，这是属下在下界找到的逆鳞，还有小蛇亲眼所见。那凡女为了护住神嗣，几乎被村民打死。孩子，哪怕要我的命，也请你们饶过我的孩子。是本尊误会了他，这3个月他竟是在用命护着本尊的孩子。尊上，现在下界的村民将那神嗣当成了妖蛋，正要在废庙前架火盆焚烧，那凡女也危在旦夕。不要烧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们，哪怕烧死我都可以，放过他吧！你这妖妇还敢求情，生下这种怪物，死不足惜！尊上不可！七溪村早被您抛弃多年，神印已断，您若强行撕裂空间降临，必定会遭到法则反噬，大幅损耗神力啊！他一个人守着本尊的孩子，本尊整整3个月。
这一次，本尊绝不能再晚。姐姐，你就亲眼看着你这孽种是怎么在火里烧成灰的吧。不要！我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不是百姓。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，才会真正引来天谴。姐姐，你还在白日做梦呢。若是不烧了他，我们全村会被神明降罚。跟着妖妇废什么话？还不赶紧把妖物扔进去，烧死他！烧死妖他！圣人显灵了！圣人显灵了！神纹，是你，是无误你，也是无赖迟了。尔等蝼蚁，竟敢对吴七月神寺动手，该杀！妖怪，妖怪来了！他是个妖怪，大家快烧死他们！那是古籍里记载的神文，他不是妖怪，他是蛇神大人。蛇神大人饶命！我们不过是按规矩处置神丸，都是为了村子啊！对，我们都是为了全村的安危着想。就是，姐姐若早说孩子父亲是蛇神大人，我们怎么会误会他？说到底，都是他的问题。哦，你们真的是为村里着想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。3月前是我抢了沈婉和的未婚夫，我怕他活着坏了我的婚事，才故意把他骗去飞蛇神庙的。太恶毒了！竟然为了抢婚事谋杀亲侄女！是我点燃了蛇神香，是我锁上了庙门，让他活活烧死在里面。他没死，我们想把他卖给赵屠户换2两银子，没想到他逃了出来，担心事情败露，我们才故意提议要将他烧死。难怪刚刚沈玉莲一直撺掇我们烧死他，原来是别有用心，你们简直猪狗不如！婉和，你来决定如何处置他们。今日，你就算想杀光他们，也无妨。婉和呀，你父母死得早，是我们沈家给了你一口饭吃，把你拉扯大呀。我毕竟是你的亲姑妈呀。是啊，婉和，你如今有蛇神大人撑腰了，飞上枝头了，难道就要逼死养大自己的亲人吗？你这可是要遭雷劈的呀！姐姐，我们可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啊！这沈家虽然恶毒，但毕竟把婉和养大了。是啊，真要逼死亲姑妈，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。既然你说养了我，那我母亲留下的那只银簪在哪？我父亲留下的田契在哪？我这些年起早贪黑洗衣采药攒下的血汗钱又在哪儿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没有。竟然是真的！沈家一直在吸沈婉和的血。你这毒妇，根本不配进我陆家的门。这门亲事，今日彻底作败。不，程安哥哥，对，错的是沈婉和，是他挡了我的路。沈婉和，我要杀了你！好大的胆子！本尊今日便废去你们人骨人魂，把尔等3人褪去人形，化作畜生。婉和，怎么会虚弱成这样？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把孩子还给我！别怕，孩子在这儿，这是你拿命护下来的孩子，吾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再从你手里夺走他。你既然说逆鳞能护我，可为什么这3个月你都没有来找我？为什么在我快要被火烧死、被卖掉的时候，你都不在？是吾错了，是吾误会了你。你受了这些苦，日后吾定会用尽一切来好好补偿你。此地阴寒，我先带你去行宫养伤。这清溪村都容不下我，神明的地方真的容得下我这个凡人吗？容得下，只要你愿意，便能容下。尊上，
此无以寻回。你父母的银簪和田契，吾已命人单独收好，这些连同这店内的所有东西，都会随你一起带走。从此以后，没人再能抢你的东西。你给我这些是想作为补偿，买走我的孩子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的孩子。婉和，这些不是买走孩子的价钱，这是吾欠你的照顾。你身子太虚，我来喂你。谢谢。你身体太虚弱，还要继续疗伤。尊上，神域的灵舟已降临行宫外，玄卯、灵睡姑母和玄英小姐到了。造孽呀！那些天杀的凡人，竟把你折磨成这样！他们竟然没有嫌弃我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以后谁敢欺负你，这镯子先替你挡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你拼了命护住我玄氏的血脉，莫说一个镯子，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玄家也给你摘。凡人的身体不能按神族的方式硬补，这是我特意为你调配的产后药膳，温和滋补，最适合你现在的身子。你也是，一点都不懂怎么照顾人。看看把这丫头瘦的。小侄儿，小侄儿，我是姑姑呀。嫂子，这是我给小侄儿的见面礼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今日我把话放在这儿，能拼了命护住神宿的女子，就是我玄渊的妻，南泽神族认她。谁敢对她有半点不敬，就是与整个玄氏为敌。他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要乖乖的，不能再麻烦他们。等养好伤，我会带你回神界，我会向所有人正式公布你的身份。公布我的身份？神女，请更衣。这衣服太贵重了，要不还是算了。我只是一个凡人，而你是南泽的神主。看着镜子，你看到了吗？神寺的血脉是与你相连的。灵书也说过，只有在你身边，他才安慰。你不是谁的附属，不是被本尊带回来的凡人玩物，更不是因为生了神嗣才被留下。你是神嗣的母亲，也是本尊亲口认下的妻。这南泽神界，本尊认你，谁敢不认？传令下去，准备归神宴。本尊要正式向整个南泽神界介绍吴七与神嗣。听说了吗？尊上今日提前回南泽，还要开归神宴。听说尊上今日还要向大家介绍神后，也不知道这神后究竟是哪位有大造化的贵女。青离姐姐，这还用猜吗？整个南泽神界，论血脉，论出身，论这些年辅佐尊上的功劳，除了您，还有谁配得上站在尊上身边？青离姐姐，您今日穿的这身流彩水纹袍，可是按照神鹤最高规格赏赐的。这神后除了您，还能有谁？就是，等会儿尊上宣布了您的名分，我们可都要改口了。妹妹们，快别拿我打趣了，这等大事，一切都要等神主的旨意。神主到！这女人是谁？竟然能让尊上亲自牵着手？看她身上的披风，那可是尊上的贴身神物，她怎么会站在尊上身边？诸位，本尊今日设宴，只为向整个南泽神界宣布一件事：她沈婉和是本尊亲口认下的妻，也是神嗣唯一的母亲。神嗣，神主一脉已绝嗣多年，这贵女竟有如此大的造化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人，凭什么抢走属于我的位置？恭喜神主，贺喜神主！只是不知这位沈姑娘是哪方仙族的嫡女，竟能孕育出如此尊贵的神嗣。婉和并非仙族嫡女，她是凡间清溪村一名普通的凡人女子。凡人，尊上的妻子竟然只是个凡人！
凡人寿命短如朝露，血脉更是低贱汪浊，怎么配做我们南泽神主的妻？我看啊，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意外怀了神系罢了。本姑娘初来神界，许多规矩都不懂。我的为了神嗣好，你该早日将神蛋移入神殿的化龙城中温养，而不是带着神嗣四处闲逛。我抱着宝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，林殊姑姑说过，蛇蛋要跟在我的身边才能安稳。沈姑娘怎能如此自私？就算你是神嗣的生母，但也不能以母爱之名耽误神嗣的未来啊！神主，青罗所言极是，神嗣关乎南泽神族未来，这凡女确实不懂规矩。多年来，神嗣都是在化龙池中养大，如今强行将神蛋留在身边，百害而无一害呀！还请神主下令，将神蛋移入神殿温养。放肆！本尊的家事，何时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？神蛋由无期沈婉和亲自照看，任何人不得擅动，若有违抗，杀无赦。身体不舒服，我带你回去。神主怎么就被一个凡女迷了心智？神嗣留在凡人身边，若是真出了什么岔子，该如何是好啊？长老莫急，如今神主被那凡女迷惑，护着她，大概率是因为神嗣在她身边。只要这个凡女把神嗣交出来，那我们就不会拿她没有办法。宝宝乖，等爹爹回来，我们就……沈姑娘，长老们正在神殿等候。神嗣降生，按规矩必须进行血脉检测，还请沈小姐带上神蛋随我走一趟。什么血脉检测？玄渊没有同我讲过，他不在，等他回来再说。沈姑娘，但你移方剑灵灸血脉，若是先天不足，将来很可能会破壳失败，胎死腹中。我已同神主说过，他马上就去神殿找你。不行，宝宝不能有事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哎，凡人气息太过肮浊，这神蛋在母体中沾染了凡俗浊气，若不赶紧放入化龙池中，用纯净神力温养，只怕很难破壳啊！什么？那该怎么办？沈姑娘，你既为神嗣之母，就该识大体，立刻将神蛋交出，送入化龙池。沈姑娘，你若真的爱这个孩子，就该为了他好，学会放手。可是，宝宝，不行，蛋可以送进化龙池温养，但我必须跟过去照顾，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。沈姑娘，化龙池乃神界重地，你一介凡俗之体，怎能踏入其中陪同神嗣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！若我不能跟去，这蛇蛋你们谁也别想带走。沈婉和，你以为这是在凡间由得你撒泼吗？今天这颗蛇蛋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不过是个在凡间被亲族当成货物发卖的孤女，浑身泥骚味儿。你以为靠一场意外爬上了神主的床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沈婉和，认清你的身份，你这凡体污浊不堪，根本不配做神嗣之母。只要你今日自愿交出神蛋，解除母子血脉，我念在你生育有功，尚可留你在神殿偏殿苟活。休想！我可以不要神妻的身份，也可以离开这高高在上的神界，但这孩子是我在凡间拿命护下来的，谁也别想抢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凡人终究不配，你该回你该去的地方。谁敢动他？孩子，还给我！神主，清离这么做，全是为了神系的安危。我的孩子终于回来了。凭什么？我才是这南泽最尊贵的贵女，我绝不允许这个凡俗村妇踩在我头上。神殿重地，审查未完，谁也不许带走神嗣。按神界规矩审查，你也配？从今日起，废除青林神殿议事之权，剥夺其代管神殿资格，传青林族长将这毒妇带回族中禁足受罚。沈婉和，你这个低贱的凡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绝不！谁也不能抢走我的孩子。
不许躲。你不知我刚刚看到你的样子有多心痛。是不是弄疼你了？不疼。婉和，疼和害羞，心跳是不一样的。婉和丫头，那毒妇竟然敢对你动用寒玉神台！等会儿我要去青灵族看看，竟然敢这么欺负嫂子和小侄儿！寒气已经侵入心脉，这寒玉神台伤到的是他的魂息，魂息受损。神界的普通灵药只能暂缓寒气发作，若想真正修复寒伤，保住他的性命，恐怕只有仙界拍卖会上的那盏温魂玉盏才能做到。清衡，立刻去取仙界拍卖会的请帖。是，本尊亲自带他去。玄渊，我能不能不去？我只是一个凡人，什么都不懂，跟在你身边只会被人笑话，连累你一起丢脸。婉和，看着镜子，你记住，你沈婉和站在本尊身边，从来都不丢本尊的脸，那是本尊的荣幸。沈婉和，你一个低贱的凡女，竟然害我失去神殿大权，被禁足于此！去，拿纸笔来，我要给天眼仙族的云瑶仙子写信。是，小姐。云瑶是仙族圣女，最是关心神族之事。若她知道神主如今被一个凡女迷惑，把这封信务必亲手交到天眼仙族云瑶仙子的手上，就说南泽神迹恐有祸乱，请她务必亲自回来看看。是。玄渊生性冷酷克制，怎会轻易被一凡女迷惑？甚至为了她重罚清离。这凡女究竟有何特别之处？既然如此，我倒要去看看这位传闻中能扰乱南泽的神妻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别怕，他们是来认你的。去仙界前，你需要学会感应这入场券。暗无教你的心法，试着将神石探入水中。哎呀，看来我果然不是修炼这块料。莫急。玄渊，你离得太近了。靠不得近，你怎么学得会？看明白了吗？南泽水脉认你，万社朝拜你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一切本就属于你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哎呦，哥哥，你这哪是在教嫂嫂感应水脉啊？你这分明就是在变着法儿的哄嫂嫂开心嘛！你来做什么？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嫂嫂不是马上要去仙界吗？姥姥和我给嫂嫂准备了很多衣服，我是来叫她过去挑衣服的。嫂嫂，明日就要去仙界拍卖会了，那可是个看人下菜尿的地方，咱们南泽的神器必须艳压群芳。来，快试试这些。玄英，随便找一件素净的就行了，我不习惯穿这些。那怎么行？嫂嫂你天生丽质，就是被凡间的苦日子耽误了，今天必须听我的。太冷了，太艳了，美则美矣，但好像差了点什么。嫂嫂，试试这个。哥哥，你看嫂嫂穿这身是不是特别好看？是不是太招摇了？我还是去换一件素净的吧。不换，就这件。这只簪是南泽历代神主传给主母的信物，本尊只留给吾的妻，带上它，明日到了仙界，旁人一眼便知你是谁的人。我又不是物件。你当然不是物件，你是本尊的妻。竟真的是个凡人女子，一点灵气都没有，浑身凡俗味儿。听说是个乡野村妇，靠着意外怀了神嗣才上位的，这种人根本配不上南泽神主。沈婉和，但在仙界，看你今天怎么收场。
我今天一定要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下马威。是天眼仙族的云瑶仙子，云瑶仙子可是当年给神主送过救命仙药的人，外界都传她才是神主心中的白月光呢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一个是传闻中的白月光，一个是靠肚子上位的凡女神妻。白月光还对玄渊有救命之恩，她和玄渊……沈姑娘，听闻你此番是为了温魂玉盏而来，那玉盏乃是仙界至宝，蕴含极强的仙力，凡人魂息微弱。若不懂仙气用法，强行使用，反而会遭到反噬伤身。云瑶仙子说的是，婉和确实不懂仙界规矩，但我被神界审台伤了魂息，这温魂玉盏是为疗伤救命而求。若此物真如仙子所言，会反噬伤身，不适合我。婉和也绝不会仗势欺人，强占仙气。这凡女似乎与青罗信中所说的祸主妖女截然不同。沈姑娘倒是坦荡，不过仙界拍卖会并非价高者得，若无仙缘，同样不能参加。若沈姑娘真想拍下这温魂玉盏，不如先向仙界众人证明，你究竟配不配得上这南泽神妻之名。就是啊，若只是靠着玄渊神主护着，虽能进拍卖，但德不配位，咱们仙界难免有人不服气，怕是对两族名声不好。没错，若是连仙界的戾气都镇不住，还能进拍卖会，那可真是闹了大笑话了。诸位仙尊，此乃仙界至宝水脉测灵仪，此物极具灵性，只称真正与水脉有仙缘之人。沈姑娘，既然您要求取温魂玉盏，不如先请您用此物向仙界展示一番您与水脉的缘分。他们在逼我出丑，若我连这第一关都过不去，只会让玄渊跟着我一起沦为仙界的笑柄。需要我处理吗？玄渊，这一次我想自己试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凡人哪里来的什么水脉仙缘，简直是贻笑大方。南泽灵湖边，玄渊握着我的手，水波的律动。这是极致纯净的南泽水脉之力。拜见南泽神妻。我真的做到了。玄渊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很好看。是这灵气神奇，我只是……本尊说的是你。难怪玄渊会如此护着他，这份不卑不亢的韧性，的确配得上神妻之名。他的性子，瞧着并不像清离所说那般。怎么会这样？云瑶这个废物，竟然不仅没压住他，还让众人承认了他的身份。沈婉和，这次你死定了！诸位，接下来的拍品便是能修复一切魂伤的仙界至宝温魂玉盏，起拍价10万高阶灵珠，100万。100万，这简直是天价！南泽神主为了这个凡女，竟然一掷千金。不必舍不得灵珠，治你的伤最要紧。真正的温魂神器，触手生温，但这只玉盏底部却有一丝极难察觉的寒霜之气。慢着，这只温魂玉盏有问题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仙器，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根本不懂仙器，休要在这里胡乱质疑。就是啊，这凡女刚得了南泽的撑腰，就敢当众质疑仙界拍卖会的信誉了，简直是狂妄至极。是不是胡乱质疑，一验便知。真正的温魂玉盏，遇温水则生暖雾。这玉盏底部被人恶意掺入了极寒之物，若我用它疗伤，不仅治不好魂伤，反而会立刻寒气攻心，当场毙命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极寒之物，这是混合了青灵族特有秘药的寒玉粉。天眼追源破！这包寒玉粉绝非普通仙商能在市面上买到的，它上面残留的灵气印记直指青灵族的内库。是我，一切都是我干的，是我嫉妒神器，私自盗取了内库的寒玉粉，调包了玉盏。你不过是个低阶侍女，身上连一丝开启内库的灵气边动都没有。真正动用神力调包，并且主使这一切的人，
就在这会场里。不行，我必须趁乱离开。若是被玄渊发现我用了退灵替身逃出禁闭，我就全完了。拦住他！想走？青罗，他不是被神主禁足了吗？竟然敢用替身混进来！我没有陷害他，我只是担心南泽神器被假仙气所害，才暗中调查。我是为了神子的安危啊！既然是担心我被假仙气所害，那为何要在玉盏里放能要我命的寒玉粉？你还要狡辩吗？你写给我的这封密信上，字字句句都在抹黑沈姑娘，试图借我的手回来制裁她。你根本不是为了神球，你只是为了你那点见不得人的嫉妒，违抗本尊禁令，私自逃出，潜入拍卖会，陷害无妻。青莲，你真当本尊不敢杀你吗？山主，我知错了，但我好歹是青灵族族长之女，就算犯错，也该交由青灵族内部处置啊！山主饶命啊！杀你只会脏了本尊的手。从今日起，废去青离青灵族贵女封号，剥夺其进入南泽神殿的资格，命青灵族将其押为族中水牢，永世不得再靠近神婉和和神寺半步。沈姑娘，抱歉，我之前受了青离信件的误导，对你心存偏见，甚至出言试探。今日一见，方知沈姑娘胸襟坦荡，聪慧过人，是云瑶狭隘了。云瑶仙子也是受人蒙蔽，事情查清就好。婉和接受你的歉意。云瑶，当年你奉天眼族之命送药，本尊感其天眼族之意，但除此之外，本尊与你从未有过任何男女私情。本尊此生只有沈婉和这一位妻。神主说的是，我可不想背南泽神器的醋债，平白惹人嫌呢。你们给我站住！我只是输给那个贱人，会装可怜。等神主看清一个凡女之就配不上他，他迟早会后悔的。你们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赶紧把我放开，等我出去了。为什么我为神族筹谋这么多年，竟然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凡女？想不想让沈婉和也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？你是南泽旧敌黑蛟？玄渊已经为了那个凡女毁了你的身份、体面和未来。你如今继续守着这南泽的规矩，又能换回什么？神主，沈姑娘，温魂玉盏被调包一事，我还要留在仙界彻底查清，给南泽一个交代。沈姑娘魂伤未愈，虽然有了真正的玉盏，但凡人吸收仙气不易。稍后我会命人将天眼仙族的温魂术茶剂送到南泽，希望能帮沈姑娘更好调养。二位多保重。多谢云瑶仙子。小心！这是……别乱动。玄渊，别怕，有我。我得不到的，沈婉和，你也休想得到！神主，沈姑娘的魂伤因为刚才强行动用水脉之力，已经开始反噬了，必须立刻用温魂玉盏疗伤。神主，沈姑娘是凡人之躯，经脉脆弱。这玉盏的仙界暖雾绝不能强行灌入，否则会瞬间撑破他的心脉。必须由您以本源神力作为引导，一点点渡入。凝神，别怕，不能让他分心。疼就喊出来，在吾面前别逞强。玄渊，你怎么了？别回头，专心。哥哥和嫂嫂在里面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我怎么好像都看到哥哥的本体了？小丫头片子，神主在为沈姑娘疗伤，你看什么看？婉和，你在人间和在神界受过的那些伤，本尊会一点点全替你补回来。谢谢你。尊上，
玄老让您过去一趟。婉和丫头，你虽然魂伤稍缓，但老婆子知道你这心里啊，还是觉得自己只是个被神主带回南泽的凡人，没有根，对不对？今日老婆子就要送你一份大礼，给你在这南泽扎个根。沈姑娘，而是玄氏一族记名、点灯护命的核心重地，只有真正被玄氏一族认下的人，名字才有资格写入护魂册，魂灯才会被整个南泽的水脉世世代代照看。记名护命，玄老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一介凡人不该进这种地方的。你既是本尊的妻，这南泽神界就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不能进。进去。拜见神主，拜见神妻。嫂嫂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嫂嫂好，神妻安好。丫头，把手放上去，用你的魂息点亮它。凡人的魂息微弱如烛火，我真的能点亮代表神器身份的玄氏魂灯吗？你也觉得娘亲可以吗？从今日起，沈婉和便是我玄氏一族名正言顺、受水脉世代护佑的神妻。我终于在这里有家了。这便是天眼仙族的温魂术直技。温魂玉斩虽能修复魂息，但沈姑娘毕竟是凡人之躯，若配合这天眼调息法，恢复会更稳固，也能避免神力反噬。多谢云瑶仙子，劳烦云瑶仙子跑这一趟。这里需要神主以极少量的神力作为引子，神主若是太担心，不如出去等。您留在这里，那强大的神威反而会扰乱沈姑娘的心神。本尊就在这儿。他竟然也有这么孩子气的时候。神主，调息已毕，但有一事我必须提醒：青兰被废除封号，打入水牢，以他的心性，怨念必定极重。南泽水牢虽坚固，但封禁绝不可松懈，以防生变。传令下去，青林族水牢禁制再加3道，加派黑金神卫日夜看守，若有任何异动，格杀勿论。不瞒我，是把我当成真正可以并肩的妻子。既然他护着我，我也绝不能拖他的后。我会小心的，绝不离开寝殿和护魂殿半步。沈婉和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到时候了。嫂嫂，你看，这些纱灯都是大家自发挂上去的，说是给嫂嫂和小侄儿的见面礼。神妻，这是刚摘的仙雾果，最是滋养凡胎，您尝尝鲜。这是属下在深海寻得的暖玉，给小神松压惊最好不过了。谢谢大家，这太贵重了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，我也会被人这样捧在手心里。嫂嫂，你第一次逛咱们南泽小集，绝不能寒酸，看上什么随便拿，我哥付钱。这些灵草全要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多谢神主，多谢神妻。我只是觉得好玩，多看了一眼。你是不是打算把整个小集都搬回寝殿去？你从前在凡间什么都被人抢，如今在南泽，你是本尊的妻，你喜欢什么都可以。连我在凡间受过的那些苦，都想千倍百倍的补偿给我。小侄儿这是看上这枚铃铛了呀！玄英，这可是小侄儿第一次自己挑礼物，必须买下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玩物，这是极其罕见的半生灵。半生灵，此灵一旦与神嗣的气息绑定，便能与母子心绪相连。神嗣若有任何不安或危险，铃声便会提前急响示警。宝宝真聪明，知道挑个铃铛来保护自己和娘亲。乖宝宝，以后有这铃铛陪着你，娘亲和爹爹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你开不开心了。哎呦呦，哥哥，你看小侄儿都会挑礼物，这半生灵一响，嫂嫂的心都化了。今日是否还想继续学水脉感应？顺着水流的律动，是水脉乱了，还是心乱了？你故意扰我！不行，你魂
魂伤还没彻底痊愈。那若伤好了呢？神主，半生灵为何想得如此急促？那是青罗曾经掌管的南泽旧库。走，过去看看。神主，这香炉内并无明显的毒性反应。不对，这味道虽然被安神香掩盖得很深，但里面分明夹杂着和拍卖会上寒玉粉一样刺骨的阴冷气息，还有废蛇神庙里那种让人失控的残香。等等，别急着毁掉，这香炉里有东西。这是黑磷粉。找死！对方既然大费周机把这香俗送进南泽，就一定会想办法确认我是否中计。现在毁了它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你想怎么做？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快去温养殿！嫂子突然腹痛难忍，蛇丹的气息也乱了，快去叫灵枢姑母。看来沈婉和那个凡女已经吸入了黑磷粉，等配上这迷魂香，南泽神寺必死无疑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暗害神妻！青灵族的旁支侍从，沈婉和，你这个低贱的凡女！神主被你迷惑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害进神寺。既然你说黑椒是为了神寺好，那为何还要在这温养神寺的香炉里下毒？不必问他，天眼术自会追溯本源。这黑灵气不仅有黑椒的气息，竟然还与水牢中的青离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牵连。玄某立刻彻查青林族所有旁支，宁杀错不放过。传令水牢看守，给本尊死死盯住青离，连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去。失败了，那个废物不仅没把香炉送进温养殿，竟然还被沈婉仪设局抓住了。我说过，沈婉和没那么好对付，温柔的下毒手段不行，神界多包容。只要你肯配合我，我们直接夺走神寺，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我吞噬，不是更痛快吗？我答应你。黑椒残党潜入，青离在水牢中仍然能与外界勾结，这南泽神界并非铁板一块。别怕，本尊已经加固了南泽的所有结界，只要有本尊在，任何人都伤不了你和孩子分毫。我相信你。不好，神主，神寺好像要提前破河了。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恐怕是黑灵气息影响到了神寺，但问题不大。听我说，轩辕宝宝他……别慌，跟着吾用灵枢教的方法。我以前在凡间被亲人出卖、被火烧的时候，从没想过护一个孩子，居然也可以有这么多人陪着我。以后，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了。宝宝，我的宝宝。宝宝别怕，这是爹爹。快，传我的命令，立刻点亮南泽所有的护寺灯。夫人，让我看看小殿下的神脉是否稳固。小侄儿，嫂子，他长得真好看，跟兄长真像。
恭迎神嗣降生，天佑南泽。婉和，这一次你和孩子都不是孤零零的，吾会永远守在你们身边。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。神主，小殿下这是提前破壳，导致先天神力不稳。这经文暂时还没稳固，绝对不能离夫人太远。需要如何调理？需要用南泽的暖脉镇温养，再辅以固元纲药。只是小殿下现在格外依赖夫人，旁人恐怕很难接受。原来威震3界的南泽蛇神也有不会做的事啊！动作快点儿，暖脉阵的阵眼一定要对准床榻。嫂嫂，快看，这是我从小金库里找出来的，全都给小侄儿戴上。他还这么小，戴不了这么多。这个铃铛倒是挺合适。你睡，吾来乎？他身体还很虚弱，现在绝不能碰他。神主，是黑灵气，水牢深处有黑蛟的残余气息在波动。传令护卫，即刻加固水牢9重封印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水牢出事了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黑灵气对神子有致命危险，你留在这里，温养殿有暖脉阵护着，最安全。轩辕，你是不是又想瞒着我？好，但你必须寸步不离我身边。神嗣，那个贱人竟然真的生下了神嗣！看到了吗？你失去了一切，而他却得到了神主的天爱和神嗣。那小孽种刚破壳，神力最不稳定，只要夺取神嗣的水脉，神婉和就会彻底失去一切，他会比你现在痛苦100倍。既然我什么都得不到，那你们也休想好过！小心！找死！轩辕，看地上的水脉，他们想污染水脉。糟了，他们的目标是宝宝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毒妇，南泽留你一命，你竟敢勾结黑蛟，谋害神嗣！我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证据确凿，云瑶也从你的身体里查到了黑蛟印记，你又如何解释？是黑蛟的残影蛊惑了我，逼我这么做的，我是被逼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满口谎言，不敢说真话，那我不介意探查你的神识。救我！神主救我！神主明鉴，青林一族对南泽忠心耿耿，绝不可能勾结黑蛟。求神主开恩，查明真相，莫要牵连全族。交出青灵族内库所有账册、密卷，即日起封锁族地，接受南泽全盘清查。若有隐瞒，杀无赦。在想什么？夺嗣的阴谋虽然败露了，但青灵临死前那怨毒的眼神，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容易结束。青离走到这一步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你只需要护好自己和孩子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
族长，大小姐的魂灯已灭，神殿那边又要彻查内库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彻查？玄渊被凡人迷惑，他不配做南泽之主。我们青林族绝不低头。嫂嫂，快看，这些都是南泽织造坊连夜赶制出来的，你看看喜欢哪件？这些是婚服。傻孩子，青罗的事情了结，神主说要给你一场真正的大婚，从此以后，你既是神嗣之母，便是我南泽名正言顺的神后。婉和，以前在凡间你婚事被抢，受尽白眼，这一次吾绝不会仓促，更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你可愿嫁给吾？吾要让三界都知道，你沈婉和是我玄渊明媒正娶的妻。嫂嫂，快看这件，你穿上这件，定要艳压三界，让那些说你凡人不配的人全都把嘴闭得严严实实。艳压三界。从前在凡间，沈玉莲抢走我的婚事，带着我娘留下的银簪，穿着我的嫁妆，站在陆承安身边。那时我连一边一句委屈都没人听。婉和，这不是对你的补偿，这是你本来就该有的体面。灵叔说的对，这官不是因为你生了神嗣才给你，是因为玄渊认你为妻，南泽水脉认你为神后。是不是不好看？不是不好看，是太好看，好看到我怕自己等不到大婚之日。哥哥，你看，连小侄儿都在催娘妆了。施主，青主，青灵族全族披麻戴孝，抬着青灵熄灭的魂灯，强行闯入了祖庙。青灵族长哭喊说，青莲是被神主逼死，要求南泽给他们一个交代。神主，青林纵有千错万错，也是被那黑蛟残党蛊惑。神主却为了沈婉和，迁怒我整个青林族，逼得青离魂灯熄灭，连最后一条生路都不给呀！你既然知道他与黑蛟残党有往来，便乖乖交出青林族内库所有与黑蛟往来的记录，而不是来祖庙闹事。真正该查的不是青离，而是沈婉和。这是清溪旧案残卷。当年清溪村先祖盗取蛇神血，供奉段群，沈氏一脉曾参与其中。沈婉和能怀上神嗣，未必是天命，或许是沈氏一脉早就窃取过蛇神血。妖物不祥，血脉不净，这些话在清溪村我听了无数遍，为何到了神阶还要拿这些来定我的罪？神主，大婚在即，若旧怨不清，这神后之位，南泽上下难以服众。小殿下，暂由玄老和灵叔照看，以免神嗣受母体旧怨牵连，沾染不洁。谁都别想再从我手里抢走孩子。沈婉恒是无妻，神嗣是无子，南泽没有任何人能以旧仇之名拆散我们。身为神主，竟执意徇私护他，请神主受三道祖庙戒罚，以咒南泽法度。糊涂！青灵族三言两语就牵着你们的鼻子走，拿戒鞭对准神主，你们疯了吗？祖庙规矩早立在前，神主竟因私情阻断旧案查证，这是南泽的根基。神主本该以身作则，不然就让我们带走此凡人，接受调查。我接受查证，但我绝不与孩子分开。我不会让你们带走他的。别怕，站在那儿。越是如此，越说明这沈氏旧案有鬼。既然不让我们把人带走，那就在这里审案，带证人。全是谁演了？就是他生下蛇蛋那夜，万蛇乱窜，差点把我们整个村子都毁了呀！他从小命就硬，谁靠近他谁倒霉。他那肚子里的东西根本不是福报，是祸害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蛊惑蛇神大人，将我们一家三口变成畜生。我爹就是因此没了。神仙爷爷们要替
难不成他真的有问题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人确实是沈氏女子。诸位看清楚，这就是沈氏一脉叛神的铁证。他们早就想杀蛇神，作孽呀！大家伙都看见了吧？这小贱人果然血脉不净，否则怎么会生下蛇蛋？怎么会引来这么多祸事？姐姐，你连累了清溪村不够，还要连累南泽神境，又是这种眼神。在清溪村的废庙里，他们也是这样看着我，喊我妖物。一道残卷能证明什么？云瑶仙子？不对，这画面不完整。你们看他的刀锋朝向，若是刺杀蛇神，刀尖应直指神像心口，但他手腕翻转，刀刃向外，这分明是在割断缠绕在神像外围的某样东西。一派胡言！旧卷画面已然摆在前，疑点重重，大婚应当立即停下，将沈婉和押入偏殿。谁敢断言，便是心虚。哼，真正怕旧影完整的人，难道不是玄渊神主你吗？神主这是贼喊捉贼。青离，你的魂灯明明已经熄灭，你怎么会？并非死而复生。只是侥幸从黑蛟手中逃出一条贱命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比黑蛟更怕的真相。神主为了保住沈婉和这个凡女，早就查出清溪旧院与沈氏有关。你强行压下旧卷，隐瞒真相。黑蛟夺嗣后，神主又借机清算我青灵族，将我们逼上绝路。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替沈婉和扫清大婚的障碍。我青灵族内库被查，子弟被罚，原来全是因为神主偏宠一个血脉不净的凡女。神主，青离说的可是事实？绝无可能。倘若我有证据呢？这是我拼死从黑蛟残党手中夺回的证物，这神印上的封印气息，足以证明神主曾经亲自封存过清溪旧卷。不对劲，这神印的气息虽然像玄月，但光芒却透着一股阴冷的死气。神主早知有疑，却为一己私情强行压下。你有什么资格做南泽之主？这神印做不得假。若真是神主为了私情压下旧案，那南泽的规矩岂不是成了百热？别担心，若神主问心无愧，就请沈婉和暂时交出神嗣，在祖庙偏殿接受7日查证。只要7日后水脉证明沈氏清白，我青离愿当众向沈婉和磕头赔罪。孩子是我的，我绝不可能交于外人。放肆！神主局部教人，阻碍公义，今日必须受祖庙界边第3道惩罚。不可能！这枚神印根本不是南泽正印，它出自青灵族内库，而且这伪造的神印里还混有祖庙保守长老的独门印文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伪造神印，栽赃神主！玄渊，你为一个凡女打压我青林一族，迟早会毁了南泽的根基。不错，我与青林族合作，就是因为不满你为了这个女人屡屡破坏南泽规矩。找死！你不过是仗着玄渊的偏爱，仗着那个神嗣，你一个凡人，凭什么让南泽为你破例？凭什么让他为你受诫鞭？受死吧！从前在清溪村，在寒玉台，都是你挡在我前面。这一次，换我来护你。你一个凡人，靠着神嗣的经文撑得了一时，撑不了一世。诸位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只是在借神嗣作伪，他根本没有被南泽水脉承认。这不是借神嗣之力，这是反悔入神脉的前兆。沈婉和自己的魂息正在被南泽水脉真正承认，他要成神了。婉和，回来！你现在是凡人之躯，没有准备，根本承受不住。从前被沈家推着去卖钱，被村民绑着去火祭，我都没得选。玄渊，这是我第一次能自己选，我不退，我想自己走完这条路。说脱，就
败坏门风的烂货！一个丧门兴盛的妖物也配活在世上，烧死他！凡女，你不配。婉和，我怕过，我求过，可我求来的只有变本加厉的欺辱。我沈婉和再也不会跪着，任由任何人夺走我的孩子！怎么可能？他以反而之躯入水脉，还能活着出来？他成神了！原来这才是真相。青灵族一直和黑蛟有联系。婉和，只要神嗣在我手里，轩辕就不敢定我死罪。给我！不过是靠着他的偏宠和这个神嗣才有今日。若没有孩子，你一个凡女，什么都不是。神主明鉴，一切都是这孽女和保守长老所为。我青林族上下只是被逼无奈，被蒙蔽了双眼啊！退灵替死符，伪造南泽神印，在祖庙埋下黑灵香灰。青林族长，你觉得哪一样是青莲一人能做到的？传本尊令，青林族涉事长老全部押入南泽罪牢，永夺议事权。青林族内库即刻封查，凡参与做局者，一律废除修为，严惩不贷。至于青离，废去全部神族身份，抽其仙骨，流放荒水边境，永生永世不得跨入南泽半步。孽畜，哪里走！这一次我没有躲，他们也没能抢走我的孩子。你做得很好，是我来迟太多次，往后绝不会了。南泽众不听令，沈婉和就罪，纯属是诬陷，更是因自身魂息被水脉认可的南泽神后。谁若再敢有半分轻视，便是与南泽水脉为敌。沈氏一脉当年并非叛神，而是舍命阻止黑蛟偷取蛇神血。这完整的真相，今日起刻入南泽水镜，3界共鉴。孩子，你听见了吗？娘亲没有罪，我们都不用再背负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骂名了。沈氏就罪不成立，洗清污名。婉和，诏告以下，南泽准备重新庇佑清溪村，你可要亲自回一趟清溪村。说你不想，也可以。我要回去，不是为了求他们原谅，也不是为了听他们认错，我要亲手把那里的黑香洗净，我要亲手点燃第一炷正香。好，我陪你。好孩子，去吧。这一次你不是回去受审的，你是回去主祭的。玄英、灵叔，你们跟着神后，谁敢在凡间对他不敬，直接打断腿。是，谁敢欺负嫂嫂，我一把火烧了他们。把过去的委屈都留在那里。当初田氏和沈玉莲就是让人用粗麻绳绑着我，沿着这条路一路将拖向废庙。恭迎师父。
那时候，道路两旁站满了人，他们眼里全是恐惧、厌恶和看热闹的兴奋。身后，废庙已经封住了，里面那个沈妖的救火盆、绑人的救绳索，还有神像前的黑香灰，我们都没敢擅动，只等神后回来发话。若是不是，我们先离开，这里交给神职。从前，这座庙已拿来审人、烧人，逼人交出孩子。如今，既然要洗清旧怨，就由你们亲手把它清干净。把那个火盆搬出去，砸碎，把那些绑过人的绳索全部剪断，把神像前所有的黑香灰一盆盆给我洗得干干净净。这不是为了让我消气，我要让清溪村世世代代都记住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再也不能有任何人被推上来接受这种恶毒的审判。现在知道哭了，当初跟着起哄的时候，你们的声音可没这么小。沈后恕罪，孩子不懂事，冲撞了沈后。让他扔进柴堆里，烧了它。你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知道，这东西以后永远不能再用来绑人。怎么了？这是我爹娘的名字。旁人都说我父母当年行事不端，祸乱一方，就连田氏也整日这般数落，骂他们罪孽深重，连累我受尽白眼。原来根本不是世人传言那般，他们当年立下这般誓言，一心想要狄青协会守护此地清白，何曾做过半分恶事？身后，你父母在世时确实常来这庙里悄悄修瓦清沟换香炭，只是后来出了意外，村里人觉得是蛇神旧怨发作，便彻底荒废了。婉和，你的父母有这份心意，肯定不会是坏人。这第一炷香，该由你来点。神像终于活过来了！感谢蛇神庇佑，感谢神后庇佑。灵树姑母，你快看看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刚才清溪的正香冲撞了他？婉和别怕，小殿下不是受伤，是他的神子气息终于彻底稳住了。可如今清溪正香由你亲手点燃，清溪的旧水脉重新接回了南泽水脉，小殿下同时承接了你的神纹玄渊的蛇神血脉，再加上这股纯正的水脉之力，三重回应之下，他根基已补足，便能提前画出人形了。看来清溪这一趟不仅洗清了你的旧怨，也真正补全了我们孩子的根基。娘亲带冠，嫁给爹爹。哥哥，你看，小侄儿比你还会催婚。娘亲好看，爹爹也看。既然小神系都开口催了，
这婚谁也不能再拖。来人，继续准备神后大礼。娘亲好看，是不是又忍得很辛苦？你今日若再这样看我，这身后礼恐怕真的要等不到了。哎呀，小侄儿别看，爹娘有正事要办。神后，当日拍卖会上的事纯属一场误会，还请神后误会。当初你们嘲讽我嫂嫂凡人身份，恶意抬价羞辱，昏魂欲找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误会？我不需要迟来的体面，但南泽神殿不欢迎看清凡人的客人。送客。南泽祖庙公议已定，沈氏旧院查明，当年沈氏一脉并非叛神，实为阻止黑蛟盗窃。今日起，沈婉和之名以南泽神后之尊，正式载入神族正卷。神主，沈婉和虽已觉醒神纹，但魂息单薄，这神后礼是否该暂缓？等他神力彻底稳定后再行加冠，以免他承受不住水脉之重，也免得三界不服啊！不劳挂心，我能不能受得住这水脉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宝宝乖，这一次娘亲自己来。这竟有如此大的神威！恭迎南泽神后，恭迎南泽神后。神后礼即刻开始。穷鬼一个，招宠！遇见我们的先祖！玄英，娘亲最好。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被人拖着走向审判台的孤女了。吾妻沈婉和并非因诞下神嗣而跪，她凡人之躯拼死不足，绝境之中自行破局，洗清旧院水脉自正。她凭自己的魂息得到南泽水脉最高认可，这南泽神后之位，非他莫属。好孩子，以后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南泽神后了，没有人敢再欺负你。谢谢姥姥。怎么还怪感人的？娘亲厉害！我第一次走进这里时，连呼吸都不敢用力，我怕我一个凡人的魂息根本点不亮神族的魂灯。现在看着它这么亮，我才觉得南泽是真的接住我了。从前在凡间跟你逆鳞，是让你有难时能寻到我，但这枚不同。这一次不是让你来寻我，而是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凭着它先找到你，可以吗？爹爹马切，不许丢下宝宝！婉和，你刚觉醒神纹，神脉还不稳，切不可贪凉。叫娘亲身后。
娘亲最好。哥哥，你别光顾着看嫂嫂啊！今日可是大喜的日子，还不赶紧敬嫂嫂一杯？敬神后。真壮。爹爹，千娘亲，向登登房。登登房是什么？你这是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带神后回寝宫休息了。宝宝也去。乖宝宝，今晚你跟祖老猫睡。没错，你爹爹本体都要出来了，快别打扰他了。如今还怕不怕？婉和，你如今是南泽神后，但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喊疼、喊怕、喊累。祖姥姥，为什么爹爹娘亲还不起床啊？宝宝都吃完2颗果果啦！哎呦，小祖宗，你爹娘昨夜太累了，咱们让他们多睡会儿啊，乖。累了，爹爹娘亲是不是？小侄儿这句话，我一定要拿个留音法器录下来，放给全南泽听。你还笑，我都不好意思出这寝殿的门了。哦，你昨夜可不是这么小的胆子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跟娘亲睡。乖宝宝。你娘亲还没回来呢，走，祖老猫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小神寺刚化出人形不久，夜里偶尔可能会露出蛇尾，这安神香能护他心脉，千万不能让他着凉了。娘亲，宝宝可以在这里睡一晚吗？这样就可以偷吃零食啦。神寺既然化形，就该早早学会独睡。没事儿，刚化形都这样，慢慢就稳了。孩子已经安稳了，我们回吧。今晚我不会再欣然跑回来了。爹爹把娘亲藏起来了，我好几天没和娘亲一起睡觉觉了。乖宝宝，你娘亲如今是南泽的神后，她有护佑一族的责任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直被你这个小皮猴霸占着了。神后，这是南泽历代神后掌管族中水脉与亲族事务的规矩总册，请神后过目。规矩是给你用的，不是用来困住你的。我初掌南泽事务，有不懂的地方我会学，但是但凡旧册中与凡间清晰水脉、神系温养以及族中积压弱小有关的陈规旧规，从今往后都要给我全部推翻，重新审过。谨遵神后法旨。启禀神后，坟间清溪村送来了第一批正庙供奉的新米和清水，村民们跪求神后赐下一道水脉祝福。神后娘娘，废蛇神庙的门槛已经重新定得结结实实，老水沟也清干净了。村里的孩子们现在都知道，那座庙里以后永远不许再绑人，不许再烧火盆了。你若不想，也不必勉强。他们有在慢慢变好，我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。去吧，试着用你神后的力量回应清晰的正向。娘亲，宝宝也来帮娘亲。宝宝乖，这一次娘亲自己来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们再一起守着这水脉。感谢神后庇佑！玄老，我爹娘
他们只是凡人，这祭明阁里供奉的皆是神族先烈，将他们的名字送进去，是否不合规矩？糊涂！护佑水脉之人，从不分凡人回神族。你是我南泽的神后，你的来处，你父母的善念，理应被南泽永世铭记。爹娘若泉下有知，看到这一幕，应当会安心了。他们会知道的，知道你如今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也有人拼死护着你。宝宝要给外祖父、外祖母守刀。婉和，你父母的来处已经被南泽彻底接纳，接下来你也该真正学会如何掌管属于你的水脉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将亲自教你分展这南泽水脉。是水脉乱了，还是心乱了？神主靠得这么近，水脉当然会乱。你神力尚未完全稳定，不许招我。若是我神力稳了呢？那时我便不会再只忍着。婉和，你的神纹已经彻底稳定了。神纹稳定，便能正式分掌南泽一脉了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由神后亲自主持一次小型水脉祈福。宝宝也要去，宝宝也要和娘亲一起收水脉。小祖宗，快收回去！今天可是你娘亲祈福的大日子。从今以后，南泽由我一起守。宝宝以后也要和爹爹娘亲一起守家。小神素既已化出人形，又能开口认家，今日也该正式给他取个名字了。我要爹爹和娘亲取。我希望这个孩子一生清明，永远不要被过去的旧怨与人心的恶意拖住。好，玄清、汝明、昭昭。昭昭，好甜，好甜。少教主。这可是姑姑亲手做的，以后小昭昭跑到哪儿，姑姑都能找到。昭昭有了名字，也有了家。婉和，你也是。爹爹娘亲也要一直有家。婉和，大婚那日是给3界看的，可我还欠你一场只有家人在场的小婚宴。小婚宴？你从前在凡间被太多人围观，被审判，被指指点点。我只想给你一场没有外人目光，没有凡夫规矩，只有家人祝福的拜堂。太好了，我去布置灵狐小婚宴，昭昭也要去。婉和，这场婚宴不给3界看，只给你。大婚那天，有太多人盯着你。我知道你从前被人围观，被审判过太多次，所以今日这里只有家人。我不想让你再觉得你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还必须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。轩辕，
我如今已经不怕别人看了。不怕是一回事，我心疼你是另一回事。哎呀，哥哥嫂嫂，别光顾着抱呀，快拜堂，拜一次真正的天地。一拜天地水脉，二拜亲族长辈。招招也要，招招也要。爹爹娘亲，我们拜完了，是不是以后就可以永远永远一直在一起啦？是，以后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。真好，咱们南泽终于热闹得像个真正的家了。神奇！昭昭，你看，这清澈见底，没有一丝杂质的，便是我们南泽和清溪的清水正香。小淘气，你给我站住，别拽我的铃铛！婉和，如今还怕这高高在上的神明之地容不下你一个凡人吗？从前我像浮萍一样没有家，但如今这里就是我的家。不怕了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家了。